勇者辛梅尔死后30年，北部高原鲁芬地区，一名魔族跪倒在地，拼命哀求，表示自己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但站在他面前的男人，正是在1级魔法使考试第1轮担任考官的葛纳乌。面对这番说辞，他只是冷冷呵斥对方闭嘴，因为这种虚假的求饶，他早已听过无数次。果然，魔族眼看无法蒙混过关，掌心瞬间凝聚起庞大能量，准备反击。下一瞬间，巨大的爆炸猛然炸开。然而待烟雾散去之后，只见葛纳乌更早发动了攻击。魔族的身影早已灰飞烟灭，他随后就继续在屋内搜索，同时冷声讥讽所谓的儿子究竟在哪里。魔族就是一群满嘴都是谎言，一句实话都没有的存在。而他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正是因为这是赛利耶大人亲自委托的任务，让他去处理他那遭到魔族蹂躏摧残的故乡。尽管他对这片家乡没有特别眷恋，但当亲眼看见满目疮痍的景象，胸口仍不由自主涌起沉重悲伤。就在此时，地上一名故人的身影吸引了他的目光，他立刻将人背起，而那人用仅存的气力颤声告知他村子遭到魔族袭击。葛纳乌则平静地回应道，自己已经知晓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且魔族也都已被他亲手消灭了。故人仍焦急追问村民是否安好。葛纳乌默默看住他，最后缓缓说出，大家都平安无事，你也会没事。因为这次同行的是一名刚晋升的1级魔法使新人，虽是魔法使，却能施展女神大人的魔法。听来或许奇怪，但很快就能治好你的伤。随后葛纳乌就一路将他给背回去了。然而当梅特代看到他时，立刻要求他将伤者放下。葛纳乌却困惑反问哪里有伤者，并坦言不必再说安慰的话。他早已明白背上的人其实已经死去，自己在发现对方时便已经明白他已经没救了，因为腹部早已开始腐烂，这种状况根本不可能存活。可即便如此，那人仍死死抓着他不肯松手，所以自己才会将他带来这里的。随后葛纳乌就将他缓缓放下，并表示这家伙是面包老板的儿子，自己小时候经常和他一起玩，后来在老板去世后，他也继承了面包店。虽然烤出的面包并不好吃，但从今以后再也吃不到了。他望住满地尸骸，忍不住低声感叹，既然大家都在这里，那么这家伙应该也不会感到寂寞了。他始终无法理解，为何魔族袭击的不是他们这些战斗之人，而是那些从未以战斗为生的平民百姓。就算真的必须有人牺牲，也应该是选择走上战场的他们才对。梅特代闻言当即让葛纳乌不要自责，他们在收到骑士团的求援消息时，这个村子就已经被魔族毁灭了。这一切并非是葛纳乌的错。然而就在葛纳乌准备再巡视一次村落时，他忽然察觉自己部署在周遭的鸟居然失去了联系。他立刻感知魔力流动，推断附近应该有2名实力不弱的魔法使，于是转头询问梅特代，那2人是否可能是敌人。但梅特代却觉得应该不是敌人。话音刚落的瞬间，建筑的玻璃瞬间被击碎，一道身影赫然闯入众人视线。葛纳乌本能在掌心凝聚魔力准备迎击，但当他看清来者竟是芙莉莲，立刻停下攻击，也意识到另一名魔法使必定是飞轮。而芙莉莲在确认对方是梅特代与1级考试考官葛纳乌后，缓缓降落地面，表示自己感应到这里弥漫浓烈杀意，还以为有魔族潜伏，没想到竟是他们。葛纳乌自然明白，那股杀意正是自己对魔族所释放的情绪，于是向芙莉莲致歉，说明是个人原因才造成误会。芙莉莲随即让飞轮去告诉修塔尔克一切平安，都是自己人。经过飞轮解释，梅特代才知道原来他们也接下讨伐此地魔族的委托才会赶来。修塔尔克望着遍地尸骸，当场跪下为亡者祈祷。葛纳乌见状询问他是否在替他们祈祷。不能这样做吗？不，当然可以，我的故乡也被魔族摧毁了，但魔族不是以人为食的吗？那他们为何留下了那么多的尸体？自己的村子也是如此。葛纳乌对此同样无法理解，只能表示魔族就算吃饱也不会停止杀戮，他们的思维根本无法以常理推测。而芙莉莲与飞轮这时也迅速掌握现况。这时梅特代却提出疑问，虽然此地魔族亦被他们讨伐，但真正让人不解的是驻守在此的骑士团，尽管人数不多，却全是精英中的精英。如今躺在地上的那具遗体正是骑士团队长。芙莉莲听后立刻检视队长遗体，随即惊讶发现此人实力远在修塔尔克之上。而梅特代也在此时补充说明，骑士团成员的死因全都来自利剑斩击，而且几乎在瞬间毙命。反观留在村内的魔族却只是些弱小之辈，根本不足以成为骑士团的对手，因此他们推断真正袭击了村子的魔族此刻恐怕还存活着。这也意味着芙莉莲并没有白来一趟了。芙莉莲闻言当即露出了微笑，表示那就让我们一起教这些魔族人类的恐怖之处吧。随后众人开始讨论反击计划，梅特代以木刀重现斩击轨迹，但修塔尔克却指出动作并不自然，因此他推测敌人极可能使用双刀。至于芙莉莲这边则针对魔族的据点进行分析，打算从这些地方开始进行调查，
在确定好了调查的方向后，哈也拿出那颗硬到夸张的面包，提醒大家空腹无法打赢战斗。梅特戴主动表示要将面包送给葛纳乌，却被弗利莲阻止，让他继续分析即可，由休塔尔克代为送去。当休塔尔克离开后，弗利莲再度询问结论是否为双刀流，梅特戴却否定了这点，并修正为4刀流。另一边，休塔尔克来到教会找到葛纳乌，将面包递上，并询问他在做什么。葛纳乌解释道，因为魔物袭击导致教会的结界遭破坏，他正重新布下更强力的结界，里头安放着村民遗体。休塔尔克疑惑，表示自己擅长体力活，可以帮忙埋葬。然而葛纳乌却解释道，在北部高原并没有将人葬在故乡的习俗，只有城在都市角落才会见到，那些是受坚固城墙与强力结界保护的贵族墓地，一般人则被送往南方公共墓地，因为那里魔物较少，但运送途中却必须由骑士团护送，因为魔物会被尸体腐兽吸引，若随意下葬只会酿成如地狱般的惨况，墓地将被魔物啃食的尸骨无存。虽然商会曾提议过火葬的方式，但这却遭到了圣职者的反对，理由是不该让死者再承受火焚之苦。葛纳乌能理解这份想法，但同时也明白火葬或许终究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否则能在故乡安眠的人将越来越少。画面随后回到弗利莲这边，菲伦听着他咬下面包发出的声响，依旧还是会感到不可思议，这居然是吃面包可以发出来的声音。梅特戴看住这一幕也感叹道，能像这样和大家一起吃饭确实有些不可思议，自己真的未能想到居然那么快就能再度见到弗利莲和费伦。弗利莲也坦言同感，表示他们是在野营的时候收到一封信，里面写住了这次的讨伐任务，他们才会得知如今这里的情况的。随后他就反问梅特戴为何会在此，2名1级魔法使同时出现几乎不可能。梅特戴闻言当即解释道，是赛利耶大人命令他们来执行任务的。弗利莲闻言当即吐槽道，1级魔法使居然还要做这种工作，幸好自己当时并没有当上。梅特戴闻言当即解释，以及说是1级魔法使的工作，其实更像是作为弟子的工作才对，因为成为1级魔法使就等于成为赛利耶的弟子。菲伦听后立刻向弗利莲表示自己已经好好拒绝赛利耶。弗利莲听了也称赞他是好孩子，还同情梅特戴身为弟子只能听命行事，但梅特戴却否认了这点，表示自己也想帮助赛利耶，因为赛利耶长得小巧玲珑，实在是太可爱了。弗利莲闻言顿时就无语了，但梅特戴还不忘补充道，当然弗利莲也非常的可爱，完全一点都不会输给赛利耶大人。时间拉回几天之前，赛利耶冷声说道，葛纳乌的搭档前几天战死了，暂时就由梅特戴代替，由他们2人负责去北部高原执行任务。然而就当梅特戴主动伸手想示好，葛纳乌却只是冷漠地回应道，北部高原的危险程度远超最北方的边境，千万别拖累我的后腿就好。空气瞬间降到冰点，但在赛利耶的威压之下，他终究还是伸手与梅特戴握手了。随后来到室外的他当即询问梅特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吗？原来葛纳乌先前的那名搭档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为了保护孩子甘愿牺牲自己，却也因此错失歼灭魔族的最佳时机。在葛纳乌眼中，那并非高尚，而是愚蠢。他说自己绝对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甚至已经历过好几次见死不救的抉择，因此他只希望梅特戴不要成为那种会为情感停下脚步的人。梅特戴没有反驳，只是反问为何与他组队的人会是自己，但葛纳乌对此也不清楚。这一切都是赛利耶决定的，但自己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被派往北部高原的从来都是渴望战斗的家伙。他原本以为会是尤贝尔，既然命令已定便无所谓，只要梅特戴别变得和他一样就好。画面拉回现在，梅特戴透过残留的魔力痕迹仔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魔族主力至少有4名，其中1名更是将军级存在，正是那个以4刀流屠杀骑士团的强敌。休塔尔克忍不住追问道，将军究竟是什么？弗利莲平静解释，那是经历无数战场洗礼的魔族战士，他们会以魔力强化肉体，将武术和本能融合成杀戮的技艺。更棘手的是，对方的身形可能与人类差距极大，是人类在对抗4刀流时因为难以预判攻击节奏而全面落入劣势。画面转到魔族一侧，1名魔族兴奋高喊道，雷沃代大人，猎物已经上钩，4名魔法使加上1名战士，其中3名达到1级水准，这将会是一场魔力充沛的盛宴。雷沃代却没有露出喜色，他压低声音命令暂缓行动，说自己有种不祥的预感，必须等他们分散之后再动手。然而部下却疑惑道，对方如此警戒，真的会分开吗？雷沃代却自信地表示一定会，他们杀那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虽然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人类有个无法改变的习性，那就是总会有人为了保护尸体而留下来。而事实也正如他所料，葛纳乌主动提出留下等待骑士团前来回收尸体，